春节前最后一期视频啊，我们拆一波近期上市的几台终端机，那分别是 Redmi Turbo 5 Max、iQOO Z11 Turbo、真我 Neo 8、一加 Turbo 6，那都是2K 价位起的机型啊。一起来看看，在内存大幅涨价的时期，谁还能把性价比进行到底？四台机的外观呢，可以分为2个流派啊。Redmi 和 iQOO 走的是简约风，那真我和一加呢，则是酷炫的电竞风。我个人的看法，这几个机子更多的还是面向年轻群体，所以如果让我选择，我会选真我 Neo 8。那真我这2年终于找到自己的设计风格了，确实有借鉴 Nothing Phone 的意思，但实际的 CMF 会做得更好。那实测重量上，2台欧系的机子都在216克附近。Redmi 毕竟尺寸更大，重一些也能理解啊。iQOO 个头最小，重量也是最轻的207克。那4台手机全部都是直角中框搭配大阿角的主流设计，厚度都在8毫米出头。从实际握感来说，那毫无疑问 iQOO 是最舒服的，剩下3台的差异不大。那接下来呢，咱们就边拆边聊啊。第一步，关机后取出卡托，4款卡托均为双卡背靠背设计，内侧都有防尘防水的胶圈，材质呢都是金属加塑料，但除 Redmi 外，其余3款卡托最外侧的挡板部分都是塑料材质啊。还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的是，一加的 SIM 卡插孔呢是设计在中框上的，与左侧的底部麦克风收声孔非常相似，容易混淆。那不过有 L 型防呆的设计，倒也不必担心这个结构损坏啊。第二步，拆卸后盖，加热后酒精配合拆卸面滑盖粘胶，分离后盖。后盖材质方面，我手上这4款配色啊 ，Redmi 呢是玻纤，iQOO 和真我是玻璃，一加呢则是复合板材。待口装饰板部分 ，Redmi 和一加呢是金属，iQOO 为玻璃，真我虽然是透明的，但并非玻璃材质。后盖内侧 iQOO 和真我在底部有添加泡棉填充机内间隙，提供缓冲保护。一加呢是将底部扬声器的散热膜贴在了后盖上，面积呢有800多平方毫米。Redmi 这边则没有散热膜或者泡棉的踪迹。待口内侧4款全部添加有内衬保护，内衬的材质上 ，Redmi 是金属加塑料，其余3款都是全塑料。所有镜头4周都有配备防尘密闭泡棉，防止灰尘的进入啊。来到主体部分，4款全部采用传统3段式结构 ，NFC 线圈都设计在后摄模组附近，位置合理，方便使用。4者都没有配备无线充电线圈，电池位置的散热膜也都没有完全覆盖啊。其中 Redmi 的散热膜是从前摄和顶部扬声器区域一路穿过 NFC 线圈，延伸到了底部扬声器位置，面积呢接近5200平方毫米。iQOO 这边则是将散热膜分为上下2块，同样照顾到了顶扬和底扬，总面积呢接近4200平方毫米。真我呢则是向上进入了主板盖板内侧，覆盖核心发热区域，向下也有覆盖到底扬部分。面积呢在4700多平方毫米。最后一加的散热膜啊，是从 NFC 线圈向下延伸到电池的3/4处后停止，面积呢只有3700多平方毫米。不过算上贴在后盖上的底扬散热膜，总面积也来到了4500多啊。顶部的外围配置上，4款都没有搭载激光对焦传感器，只有 Redmi 和真我配备了前后双光感，实现双向协同工作。而 iQOO 和一加只配备了1颗前置的环境光，缺失后置环境光。4款全部搭载了用于万能遥控的后置红外发射器，1颗闪光的灯珠，以及上下2颗麦克风。4者的主板盖板材质都是金属加塑料，盖板内侧起压紧填充作用的泡棉呢，分布在接口前摄以及顶部扬声器位置。真我电池位置的散热膜向上延伸至主板核心发热区域，面积在4700多平方毫米。那这个前面提到过。而 Redmi 和 iQOO 这边则又在主板核心发热区域额外贴了1块散热膜，一个700多，一个接近600，来加强主板区域的散热能力。也就是说啊，它俩正反2面都是有散热膜的覆盖。那2片散热膜面积相加后 ，Redmi 逼近6000，iQOO 呢则超过了4100。这也让一加成为4台手机中唯一一个没有在主板核心发热区域添置散热膜的机型。那此时来看电池在机身中的占比情况 ，Redmi 和一加的占比相对大一些，真我最小。那 iQOO 因为机身尺寸本身就要小1圈啊，所以综合来看占比呢位于4款的中间档位。
取出所有摄像头，详细参数大家看图。主摄上，iQOO和真我的 CMOS 要比另外2个大1个级别。4台手机中只有真我配备了长焦镜头，并且还是潜望长焦啊，也是4台手机中唯一一个除主摄外还有其他镜头具备 OIS 光学防抖的机型。一加呢则连超广角镜头也去掉了，使用了一颗200万像素的战术黑白镜头替代。前摄 CMOS 方面 ，Redmi 呢要略小于另外3家。来到主板部分。4块主板均采用利好散热的单层设计 ，PCB 板材厚度呢在0.6到0.7毫米之间。4者的主摄全部采用破板下沉设计，直触中框。真我的潜望也给了相同的待遇，其余后摄则都选择架在主板上。所有镜头和核心3大件的相对位置，大家直接看图啊。主板防护上 ，Redmi 的所有接口四周都没有发现防护措施，其余3款都给电池接口围了胶圈或者泡棉圈啊。小元件的封胶处理上 ，Redmi 没有封胶 ，iQOO 和真我有部分封胶，一加呢是4款中唯一一个给所有小元件都进行了封胶的机型。4者主板正反两面都有散热膜或铜箔的覆盖，主要发热芯片位置呢都涂有导热材料。去掉屏蔽罩，清掉导热材料后啊，来看核心3大件。SoC 的选型上 ，Redmi 使用的是发哥天玑9500S，iQOO 和真我呢是高通的第5代骁龙8，一加呢则是第4代骁龙8S 啊。RAM 方面，4款都采用 LPDDR5X 规格，但在速率上，真我的16GB 版本用的是8533的规格，其余3款我手上版本都是9600的规格。ROM 方面，4者全部采用 UFS 4.1规格。实际游戏的表现啊，低负载的和平精英和王者荣耀4台手机都能流畅运行，但一加的功耗相对偏高一些啊。Redmi 虽然也偏高，但基于全场最高的1%漏帧，偏高了0点几瓦，也就不难理解了。而到了原神，虽然也都能跑满，但从温度看，一加开始有些吃紧了，功耗也来到了5.7瓦。到了高负载的新铁，一加的第4代骁龙8S显然就扛不住了啊。Redmi 天玑9500S 开始发力，不管是温度、功耗控制还是1%漏帧，都是最出色的。论 SoC 选型 ，Redmi 这波是相当成功的啊。那看完数据，再聊聊各家针对游戏生态的优化力度。高刷游戏适配这块各有侧重 ，iQOO 针对主流游戏的144基本都做了适配，真我和一加呢则是大力布局165赫兹的超高刷游戏生态。真我还额外有极客面板，能实现免 root 的调频，以及 PC 掌机模式，支持50多款端游。虽然流畅度有限，但胜在丰富啊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只是玩主流游戏，那 Redmi 必然是首选；如果你想体验高刷和 PC 游戏，那就选真我。4款手机的顶标燃气参数，大家直接看图啊。中框主板区域4款中只有 Redmi 给 SoC 对应位置做了镂空设计，使核心发出热量可以更加直接的传导至 VC 均热板，提高导热效率，并且 Redmi 还在镂空位置做了3D 凸台的设计啊，以缩小核心和 VC 的间距，降低接触热阻，进一步加强导热能力。其余3款呢都没有相关的设计。4者的副板盖板材质都是金属加塑料，盖板内侧压紧填充泡棉分布的位置，大家直接看图。4款手机的底部扬声器参数，大家直接看图。从双扬的硬件配置来看，1115F 和1116B 的内核性能其实差不太多啊，但 Redmi Turbo Max 毕竟有双 N Base 粉的加持，所以综合性能相对会更胜一筹。不过真我Neo 8实际听感调得不错，那软件端应该也是下了一些功夫的。副板 PCB 板材的厚度上，真我最厚，一加次之 ，Redmi 第3，iQOO 最薄。副板的防护方面 ，Redmi 和真我的接口四周没有发现防护措施 ，iQOO 使用泡棉圈保护接口，一加呢则给所有接口都围上了胶圈。小元件的封胶处理上 ，Redmi 完全没有啊，iQOO 有部分封胶，真我和一加呢则是给所有小元件都做了封胶处理。4款 Type-C 接口内呢全部配备有防尘防水胶圈，接口呢都采用480兆 bps 的 USB 2.0 规格，都没有 DP 视频输出功能，提升抗氧化和耐腐蚀性能的惰性金属只在 iQOO 的供电脚位上有出现。4者的马达外部尺寸完全一致啊，都是0809的规格。中框副板区域，4款底部麦克风收声孔均配备有防漏音泡棉，除一加外，其余3款的泡棉内都有白色防水透气膜。底部麦克风收声孔都采用了 L 型的防呆设计，误插后不用担心防护结构损坏。底部燃气出声口全部使用红色胶圈加防尘网保护。防尘防水能力上，基本的 IP68加 IP69，4款手机都有，而 Redmi 和一加还直接拉满了防护能力。电池方面4者都有快拆设计，除真我电池采用单电芯单接口方案外，其余3款都是单电芯双接口设计。容量上 ，Redmi 和一加是最高的有9000毫安时，iQOO 相对最低7600，属于吃了尺寸的亏啊。4块电池全部来自东莞新能德，电芯都是 ATL， 能量密度通过包装尺寸计算，最高的是 Redmi 接近900瓦时每升了，其次呢是 iQOO 的871。
四块电池的保护板啊，全部采用热熔胶封装方案，加强防护性能，同时使用 CPAC 封装工艺，给电芯让空间。包装内附带的快充头 ，Redmi 和 iQOO 给的是100瓦，真我和一加呢是80瓦。峰值充电功率方面，iQOO 最高啊有83.8瓦 ，Redmi 紧随其后啊79.6，其次是真我的68.5，最后的一加呢是64。1到100的充电时间上，最快的是电池容量最小的 iQOO 45分钟前台充满，其次呢是容量大了一点的真我70分钟完成，然后是突破30瓦时的一加77分钟，最后是容量最大的 Redmi 用时79分钟啊。最后一步拆屏幕，加热后酒精配合拆片划开粘胶，分离屏幕。首先看尺寸 ，iQOO 最小还不到6.6英寸，其余3款呢都在6.8英寸上下。屏幕都来自不同的供应商 ，Redmi 是华星，iQOO 是维信诺，真我是三星，一加则来自京东方，但都是 LTPS OLED，1.5K 分辨率 ，PPI 呢都在450上下。屏幕在细度上面没有明显的差异。刷新率方面，真我和一加有165赫兹，iQOO 144，Redmi 呢则是传统的120。调光策略上 ，Redmi 和一加是类 DC 加高频 PWM 相互配合，真我是全亮度的类 DC 调光 ，iQOO 呢则是给了用户自行选择的权利。以上2种方案可以来回切换。不过4块屏幕啊，全部都是线偏正光屏幕。亮度方面 ，Redmi 和真我依旧保守啊，手动全屏都无法突破600，但好在两者都有这个高亮模式啊。开启后 ，Redmi 来到了784尼特，真我更是超过了900尼特。两者都要比 iQOO 的698和一加的693要高。强光激发后呢 ，Redmi 提升至1050，一加呢是1575，iQOO 更高一点，来到了1581，真我最高接近1700%窗口下 ，iQOO 呢是2520尼特，一加逼近3000，Redmi 和真我都来到了3000加。最低亮度上，只有 iQOO 可以降到1尼特以内。屏幕背面都有全覆盖的铜箔，四者中只有真我在背面添加了一片面积为6000多平方毫米的散热膜，加强屏幕的均热能力。指纹模组方面，除一加还在使用古典的这个短焦指纹外啊，其余3款都采用了汇顶科技的3D 超声波指纹方案。不过 Redmi 和 iQOO 采用的是汇顶最新一代的新款，对于这个不同规格钢化膜的适配性要更好一些。真我呢则还是上一代的。DDIC 位置的抗干扰贴纸全部到位，从下巴可以看出4块屏幕都没有采用 LIPO 封装工艺，触控 IC 各不相同。Redmi 是联咏的 TDDI 集成方案 ，iQOO 采用汇顶的 GT9916K， 真我呢为敦泰的 FT3683G， 一加则是新思的 S3910V。四者的中框上都覆盖有大面积的散热膜，一加的尺寸最大有6700多平方毫米，另外3款的差别不大，都在6000上下。其中 Redmi 在 SOC 的位置做了 VC 下沉加气凝胶隔热设计，避免核心发出的热量直接导向屏幕，形成局部高温。其余3者都没有类似的设计啊。4加散热膜就能看到4块不锈钢材质的 VC 均热板了。VC 面积最大的是真我，突破了7000，其次是 iQOO 的6500多。第3呢是 Redmi 的5800，一加呢则是以接近5000平方毫米的大小位列最后。从散热的设计和用料来看啊，真我的这个 VC 面积最大啊，也是唯一给了这个屏后散热膜的厂家。但 Redmi 的 VC 与核心之间导热效率是最直接的。从芯铁的温度表现，我们也能看出它这个效果。当然 ，SOC 的能效本身也存在一些差异啊。最后的中框总成，除一加使用塑料边框外，其余3款都是金属边框，但4者的内框都是金属材质。至于很多人关心的价格，照例我们也整理了一张表格，各版本详细的价格都有，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参考一下。那关于这4台机的选购建议啊，如果你有大内存和游戏需求，可以锁定 Redmi Turbo 5 Max， 性能、散热和外围方面都是更具优势的啊，尤其是在叠加国补后1800多的价格，性价比在同档还是非常高的。而如果你更在意外观设计和影像能力，那毋庸置疑就是真我 Neo 8了。关于推荐呢，就说到这里啊，不再雨露均沾。那希望能给大家的选购带来一些帮助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我是欧斌，我们下期相比再见。